大家好，我是 Rio，那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在前几天，上个月了吧，我做了好几期关于在日本生活的华人的相关的这个人文视频。那在油管频道上播出之后呢，还是获得了非常多的这种观看率，那大家的反响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在这里首先感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喜爱和关心。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感觉到，那是不是有很多人对日本还是比较有兴趣的，也有可能未来会考虑到日本来留学啊，到日本来移民工作。那这方面有这方面想法的这个朋友呢，可能也比较多吧。那本身呢，我也是来日本将近20多年了嘛，所以和这些观众还有和这些嘉宾们聊天之后呢，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很多的一些共鸣的了。那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在日本生活的华人节目，我想再做一些升华吧。那怎么样来升华呢？那就是对在日本生活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还有一些麻烦，能够比较直接的用一些这种阐述来分析一下我们在日本生活遇到的这种不便，那如何来应对这些情况，那会比较一些内核的一些内容，把这些内容分享出来的话，那可能对于准备以后来日本生活留学移民的观众呢，会带来更多的帮助吧。那我是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所以今天呢，我就准备出这样一个系列的，就是在日本生活怎么样来处理遇到的麻烦和困难的这样一个系列的节目。那内容呢会比较内核一些，也会比较干货一点，所以希望你会喜欢吧。那今天我想先讨论的是，刚到日本来之后，我们会容易踩的几个坑了，我觉得至少有5个坑。那么刚踏上日本留学或移居的新旅程，你心里呢一定会充满了很多期待，也会充满了很多不安吧。那这个我都能体会，因为我也是过来人嘛。那因为多年前我和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都是拖着大包小包。那么我记得我还是从成田机场下来的，那拖着一大堆行李来到我刚刚到日本就入住的那个学校提供给我们的料了，那料就是那个宿舍了。那刚踏上这片土地，那我也跟很多的嘉宾感觉也是一样的，在日本街道干净有序，那便利店呢24小时，那当时也是不打烊的嘛，一切都感觉到非常的新鲜有趣。那么当然随着新鲜感过去之后呢，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各种的挑战还有迷茫，就会不断的会过来。那么文化差异，那么还有语言的障碍，生活的琐事呢，那每天呢都会围绕着你，会让你感觉到很多的心力交瘁了。那么今天呢，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那我聊一聊，那么在日本会比较遇见的5大陷阱，那么这些坑呢会覆盖到生活的哪些方面？那我觉得呢，主要呢是在从日本的租房、打工，还有到签证手续，那包括和日本人之间的一些文化隔阂，以及和一些情报资讯的取得，这些方面呢，我觉得是有几个坑的。那么今天呢，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呢，也跟镜头前的各位呢，也好好聊一聊。那在日本生活中，我认为比较多的几个坑吧，也可以管他们叫陷阱。那这些坑呢，覆盖着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你包括像租房、那打工，还有你是签证嘛，你肯定要有这种更新签证的手续。那包括和日本人之间的一些文化隔阂，那还有一些平时的资讯的取得等等等等。那这些方面都是有很多的坑的。或许呢，在某些方面呢，可能你已经来到日本了，可能已经碰壁了吧。那平时也有小心翼翼的要避免去碰到这些雷区啊，等等等等。那这方面呢，我们都会逐个一个一个的来讨论。那平时我们生活中会遇见的这些问题，还有这些坑，那么深层次的来讨论一下，来探讨一下，那背后呢，日本和中国还有和华人之间的这种文化制度的差异，还有这种人文方面的差异，是这些原因导致的。
那我们之间会产生的这些，那我们所谓的坑了。我们对症下药，那面对这些不同的文化冲击、文化差异，那我们如何来应对？那我也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心得，还有周围我看到的一些朋友之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刚才提到的呢，我说的5个坑，那我觉得详细的呢会分为像租房子的陷阱，包括打工，那打工的误区，还有签证第4个是税金，包括住民税等各种各样个人所得税方面的处理。那还有一个就是资讯和文化上面的隔阂，那我觉得这是平时生活中比较常遇到的这5个坑了。那每个部分呢，我都会分享几个故事，那么也有一些是朋友的亲身经历，那也包括我自己曾经踩过的这些雷的瞬间。那么希望这些情报呢能让你感同身受吧。那同时呢，我也会公布一些官方的资讯和数据。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呢，我还是想说，那么初来乍到，那么日本确实有很多会让人这个措手不及的地方。那踩坑呢，那并不可耻。那么重要的是呢，我们是需要从经验中来学习，那么慢慢的站在异国他乡，那么站稳自己的脚跟。那么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成为你未来的指南针，那帮你避开这些陷阱。那也希望对你在日本的生活能够有一些帮助。那好，我们直接切入正题。那么第一个坑呢，那你到了日本了，你肯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对，你得有个住的地方，对，你得租房子。那第一个就是租屋的陷阱。那么很多刚到日本来的华人朋友们呢，那么他们面对的第一道难关、第一道坎，那么就是租房子。你可能会觉得跟我平时在自己的国家，那么租房子的这个手续还有这个观念上应该是差不多的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那其实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国内，你可能会上网去找个房源看一看这个房子不错，那我们就预约一下中介，我们见个面，那么聊一聊，和房东聊一聊，那么行 OK， 那你就把房子给租下来了。那么在日本不是这样子的，那要复杂的很多了。那么常见的误区之一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过度的低估了那你在日本租房子的这样一个初期的费用。那首先在日本的这个租房子呢，它有这样的一套系统。我们租房子的时候呢，房东可能会告诉你，一个是房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租房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它有一个叫礼金的这样一个东西。什么叫礼金呢？那就是感谢房东把房子借给你，作为感谢的一个酬礼，这样子的一笔费用。这个钱你给了房东之后，就按照字面字义，他是不会还给你的，你就等于送给他了，那就是一份谢礼了。他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习俗了，在日本租房子。那比如说你租一套房子，我们打比方，你比如说是5万日元，那这是他的一个每个月的房价了，房租。那你觉得自己我每个月我只要付5万到6万日元，那差不多我就能把它租下来了。那殊不知那你签约的时候呢，你会面对一些非常名目繁琐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名目的这种费用呢，包括什么呢？包括像押金，还有我刚才提到的礼金，那还有像中介手续费，那还有像保险公司这样的一个费用。什么叫保险公司的费用呢？那就是日本的房东愿意把房子借给你，他是需要承担很多的风险的，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外国人，对吧？你生活在日本，我怎么能保证你不会把我的房子给弄坏了或者瞎弄呢？对不对？你得有一个担保人，万一这个房子出问题了，我得找这个担保人让他来赔我钱，对不对？那你跑到日本来一个留学生，那我哪来的什么担保人啊？那除非你在日本自己有亲戚有朋友，对吧？他能给你提供担保，那另当别论。那比如那单身来到日本的这些朋友，我哪里有这种担保呢？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找担保公司了。你只要花一笔钱给担保公司，有担保公司来作为你的担保人，来向房东来提供担保。那这样子的房东就会比较放心的把房子可以借给你了。那还有这样的一笔费用，那这个就叫保证公司，日语叫保证公司。那这个费用，那还有一个是火灾保险，就
就是房子如果着火的话，这个保险公司会赔你这个钱，这个火灾保险的费用也是需要承担的。那么这样加起来七七八八的加起来之后呢，你已经可能就一下子要达到你每个月房租的5到7倍都不止了。那这是一笔非常非常昂贵的费用，那这笔费用是非常非常恐怖的。那很多人看到了正式的这个房单的价格单之后，才会发现天哪，怎么这么贵？我一下子要付出这么多的钱，这有点夸张了，是不是？那么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了。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比较多的，那你在找房子的时候，你会看到广告上写的，零礼金、零押金，有好多这种广告哦，零礼零押，哇，好爽啊！那其实你以为你捡到便宜了吗？根本不是的。那当中还有很多隐形的费用，包括像房屋的清洁费，那还有换锁的这个费用等等等等，它都隐藏在里面。那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就是费用，那就是一般性你和日本的房东签约把房子租给你之后呢，房东可能会要你只能签2年的这个合约，就2年之后呢，你还是需要跟房东去续签这个合约的。但是续签合约的时候呢，那就又有一个坑就出来了，这个坑就是日本，你在和日本签约进行更新这个签约的时候，你需要支付一笔更新的费用的。这个更新的费用大概是需要1个月房租差不多左右的这样一个更新费，那等于额外的你要多一笔钱。那所以呢，在这个租房子这方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文化差异上不同所带来的这种费用的支出，我们就管它叫坑吧。还有，如果你在日本你解除和房东的租合同之后呢，可能需要扣掉一部分押金。那么如果你提早退房的话，你还需要支付一些违约金给房东，因为你签约的约是签了2年，但是你可能住了1年你就走了，那多出来1年，房东就要花一笔额外的这个费用，要重新去找中介公司去找新的这个房客，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劳务费吧，就是算违约金劳务费，就是支付给房东的。那还有房子退出去之后，你还要去支付2到3万日元左右的这样一个清洁费用。所以如果你在租房之前没有把这些问题给问清楚，或者你不是很了解日本的这些租房子的情况的话，那这些支出会让你，我觉得会让你叫苦连天的，你需要了解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那我们管当事人叫小陈吧。那小陈来到日本的时候呢，他先住了一段时间的寮就是那个宿舍。有些学校可能会提供宿舍给留学生，这样子比较方便。但是我们也知道，留学生宿舍的这个设施还有它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舒适程度呢，是不是很好的？生活起来会比较的难过一些。你可能要跟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要挤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住双人床之类的。那很多这种对个人隐私需求比较高的朋友呢，可能对这种料的话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那么小陈，那么他就在网上，当时在网上呢就去搜附近有没有比较便宜点的这种公寓啊什么的。当时他搜到了一个在郊区的这样一个小公寓，那么房租呢也不是很贵了，当时可能也就3万到4万日元左右吧，还写的挺便宜的。当时还写着礼金是0个月，那就是不要礼金了，就不用给房东礼金了。那当时小陈觉得，我是不是捡到了一个便宜不错呀，我也不用付礼金，额外的一笔费用给房东了，那不是挺好的吗？还挺兴奋的，觉得像捡到了一个皮夹子一样。那么马上就预约了当时的这个中介公司，那么去看了一下房子。那么房子本身的条件呢也相当不错。那么小陈呢当时就决定把房子给租下来了。当时在办理这个入租协议的时候呢，那么中介列出了一系列的这个费用清单，那当时就让小陈给傻眼了。那么除了首月的房租之外呢，还要一个是支付2个月的押金，那么还要支付给中介公司半个月的手续费，还有包括像保证公司的费用以及火灾保险的费用，那等等，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些费用全部加起来之后呢，也将近5个月的房租，再包括你本身的这个月的房租，那有可能你这个月房租你要先交3个月的话，那就相当于8个月的房租，那么一下子你要先挖8个月的房租出来，那是相当大的一笔费用了。那么小陈当时是傻眼的，那当时他决定还是就不租了，因为实在是一下子没有办法拿出那么多的一笔那个首期费用出来。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学长，
那么他也说的，那么当时他在租房子的时候呢，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租房合约里面写着未满1年，如果你退租的话呢，是需要支付1个月违约金的这样一条规则。那么当时是用日语写出来的，所以他可能不是很明白吧，但是当时日语也没有好到这种程度吧，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一条，也可能是漏看。那么他呢也是，就是说他其实是喜欢去住到这个学校提供的这个宿舍料里面去的，因为这个料比较便宜嘛，对不对？那么因为想住料的人呢也是有，而且也还挺多。那么并不是说每个人我想申请住料的话我就能住进去，不是的。那么当时呢他就需要抽签，那么到学校里面需要抽签，抽签之后他才能够，那么抽中的话他才能住入到这个料里面去。当时呢因为结果还没有出来嘛，所以他就去上网去找了一个房子，你必须得以防万一嘛。但是结果呢最后他被抽中了，他能够住到料里面去了。不过同时呢他因为和房东，另外他自己去租房子，房东这边也已经签好合约了嘛，所以这就导致你在和房东的2年的合约没有达成之前，你就要提前走。所以呢按照当时的这个租房协约来说呢，你是违反了规定的，所以他需要支付1个月的，就是白白的支付1个月的房租给这个房东。那对于留学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费用上的损失了。你1个月房租啊，如果你是靠打工或者是靠做自己的一些生意，做自己的一些事业来赚钱的话，那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了嘛。那这些例子呢，就说明了你不提前搞懂日本的这个租房的规则的话呢，那你分分钟都会踩坑的。通过案例分享给大家，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到，那么在日本租房子的这样的当中的这样的一种问题吧，还有一种现状。那么在这里介绍一下背景啊，那为什么在日本租房子会有这么多奇怪的费用的呢？那么其实这是跟日本的租房文化和制度是有关的。那么首先礼金呢是日本一个特有的习俗，那么最初是租客在入住之前需要给房东的，是这样一个礼物，感谢对方愿意把房子租给你的这样一笔费用。那么如今呢，现在的房东呢，很多呢其实已经开始免收礼金了，已经不需要去支付礼金。那么在东京的有些地区呢，仍然还是有这个情况发现的。那当然也不是很多了，那么通常就是1个月的房租也不会还给你。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押金，那么日语里叫保证金。那么由于房屋呢，它的这个损毁，如果你发生了损毁或者欠缴房租等情况呢，那你需要从这个押金里面去支付给房东了，那么是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退房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这个整个房子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情况下呢，也没有拖欠房租的话呢，押金呢一般性呢都是会全额会返还给你的。那实际上呢，一般性那就是说你房子除非是保持得非常非常干净，就是完全是无可挑剔的这种情况下，一般性我们大家都做不到这种情况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一般性会扣除一些像清洁费还有修缮费，之后呢会把剩余的这个保证金，它会就是押金呢，它会还给你的。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日本人呢有一个保证人的制度，那房客呢是需要提供担保人呢，房东才会把房子给租给你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差异呢，那么就导致了我们这些在日本的华人刚来到日本的时候，你去租房子会非常的困难。那么首先怎么说呢？那我们也要从房东的这个角度来看待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日本的房东愿意把房子租出去呢，他其实无非的也就是担心的几点，我觉得是2个地方的。一个就是怕你会不会按时的去交纳房租，那还有一个就是怕你会不会爱惜，那么你住的这个房子，如果你把房子弄得很脏很乱，你甚至破坏了当中的一些房屋结构什么的，那对房东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嘛，那毕竟这是房东的财产，对不对？所以他们往往会比较慎重去把房子租借给外国人，因为外国人语言不通，那么文化背景也不同，那所以在日本的房东眼里呢，这些都是很高的一个风险了。因此那么在租房的时候如果碰壁，那么就是房东不愿意把房子借给你，那不一定可能是你的条件不好了，也有可能就是这个房东他可能就是真的是相当的保守了，就我只愿意把房子去借给日本人了，因为我不是很相信外国人。那这样的日本人我觉得还是挺多了，因为日本本身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了。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呢，你也不用太气馁，
那么再换一家，再找中介公司再换一家，再试试看，碰碰运气。那么当然，现在很多就是刚来到日本，几十年前来到日本的这些华人朋友呢，很多都已经扎根扎下来了。那么他们手里呢，很多也有人也是做这种租房子的这种服务的，他们手里呢应该也有一些不错的房产。那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找一些像这种华人朋友的房子呢，去租租看，他们相对呢就是说会比较的好租一点了。讲一讲，那么关于日本这个租房的时候遇到的这些困难，那我们怎么样来解决遇到的这些困难，还有我的相对的一些建议吧，因为内容比较干涸，内容会比较内核一点，那么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那么面对日本租房的这个繁琐的流程，那么一般性新手呢，我是那么多做一点准备，那是没有问题的，确保你的资金充裕，那么再去签约，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租房的时候呢，你可以看一看，那么就是房东呢，他这个房子里面呢有没有家电，有没有家具提供给你，是不是就是一套空房子，还是说有家具、有家电，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的品在里面？那这样子你相对来说你就不需要再去购置了，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在租房的时候呢，你可以看一看，那么就是房东呢，他这个房子里面呢有没有家电，有没有家具提供给你，是不是就是一套空房子，还是说有家具、有家电，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的品在里面？那这样子你相对来说你就不需要再去购置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这个电视机，你没有这个洗衣机，你也没有沙发，没有椅子的话，你租进去呢很痛苦，很痛苦的。那如果房东在他们的房源标注上面就是拎包入住，那么这样的房子稍微贵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那在找房的时候呢，善用这个口碑资源，也可以多上日本的一些这种租房的他们的网络。那么如果你是留学生，你的日语不是很好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下你周围的学姐前辈来帮你，就是说看一看这个房源上信息上面的内容写的是一些什么，对你有没有帮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房子的内部装潢这一块呢，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详细的去看一看的，你不要盲目的去相信网上提供的一些照片，那么尽可能自己还是亲身的要到这个房子的内部去看看它的内部装潢，还有它里面会不会存在一些像漏风漏雨这样的问题，那必须人自己到现场去看，那才能够确认下来这个房子是不是有问题。不要就是说只看网上的照片你就盲目的去下定金去把这个房子给定下来。那么实地看房子的时候呢，注意看一下这个房子的采光、通风，那么还有它这个水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隔音，看隔音好不好？因为如果你平时喜欢听音乐什么，你的声音比较大的话，你可能会影响到邻居，那么邻居觉得你的声音太大，影响到我生活，那么他可能就会去投诉你，那很麻烦的。那到时候如果就是说惊动比较大，你可能甚至会把警察给找过来，那非常麻烦。那这个很重要，就看一看隔音。还有一个就是看周边的一些环境了，周边有没有一些繁忙的马路，周边的这个购物情况，这个超市、医院啊，包括你想买这个美容美妆的这种东西的这个商店，我们管它叫 drug store 嘛，有没有这些点？还有周边有没有铁路，这个也很重要。如果有铁路的话呢，会很吵，这会真的很吵。尤其是像那个日语叫踏切，就是那个闸机，它这个火车一来就叮叮叮叮叮响，它就每天就会响个不停，那这也会影响到你的，这个也很重要。那如果你就是说可能人不在日本，只是先来找房子的话呢，那你可能本身你就去不了这个就是房子的内部去自己亲身去看，就看不了了嘛。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看中介，那有些中介呢会提供这种线上看房服务的，就是他直接通过手机会把这个现场的情况呢，直接通过这种现场直播的方式发给你，那你就可以现场去看了。那有这样的一些服务的，那务必要去利用一下。语言不通的时候呢，在签约和房东去准备签约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还是要找一个就是懂日语的人，那他能帮助你的这样一个人。那签约的内容呢，你要仔细的去看一看，你要都搞明白。那么有一个日语这个很流利的这样一个朋友陪同的话呢，那多多少少你就能够把这个整个签约上面的内容、写约上面的内容你就能看懂。
千万不要草草的去签字，把这个合约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把它签下来，这是不可取的啊。那么还有你在就是说选择房型的时候呢，那我们建议呢尽量避免去租1楼了，因为可能会比较潮湿一点，对不对？那有些人你可能选在河边的话，那如果下大暴雨的话，河水上涨，有可能你1楼就被淹掉了，也有这种风险的。那么我觉得尽量避免去住在1楼了，而且1楼的这个防盗方面也不是非常好了。1楼会第一个是比较容易就是遭到这种小偷啊什么这种光顾的地方，最好是住2楼到3楼这个位置。那如果你住的这个地方是公寓的话呢，有自动门的话，我建议呢是尽量去考虑一下。如果你的预算能够支持得住的话，有个这个自动门锁的公寓的话呢，相对就比较安全一点了嘛。那另外一个就是那种年数比较老的，已经建造了很多年的这样一种公寓，那我觉得这也不错的。那如果只要它内部翻新过，它有个30年、40年也没有关系，你只要内部翻新过之后，你还可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租到一个相对来说住起来感觉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房子，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了。那另外呢，就是在租房的时候，你去看它的租期满之后有没有更新费。那还有呢，就是注意一下，那么退房子时候的这个退房押金，那如何结算？清洁费呢，大概是需要多少？那我可不可以提前解约？那违约金呢，又是怎么样计算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住的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养宠物？那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你千万不要没有问清楚的情况就私自去养宠物，这个是会出大忌的，知道吗？因为首先一个宠物它会比较吵一点嘛，那如果周围的邻居就说宠物的声音影响到他的生活，我就前面说到他们会投诉你的。那如果你这个公寓呢，就是说是可以养宠物的话呢，那就非常方便了，因为那养宠物是写到公约里面去，是可以合法的去养宠物了。那当然相对的价格呢，就会比不能养宠物的公寓呢要高一些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经历过这一套租房子的这一套整个流程下来之后呢，你可能会内心会有很多草泥马在这样奔啊，因为真的很一波三折，很麻烦，很费时费力。在这里我还是想说一下，那么日本的这一套租房子的这个机制呢，那其实也是为了保护租赁双方的这样一种合法权益了。可能你在自己的国家里面租房子会比较简单，手续会很简单了，没有那么麻烦。那么在日本呢，你租房子呢，那这个真的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了。你跟房东呢之间的这样一种，我们管它叫契约了。那这样你就是跟房东去定下一个契约了。那你在日本，那日本是很注重契约精神的嘛，你必须得就是说去努力的去执行你跟房东之间所签下的这样一个契约。那所以呢，每个环节呢都会写得清清楚楚，那流程确认起来也是非常非常麻烦的。那但是呢，你只要按部就班的去遵守你跟房东之间的签下的这样一个契约，签下一下这个规定，那么其实租借双方的权益呢都是可以得到有效保障的。那你想嘛，你和房东那么建立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租赁关系之后呢，房东就是说对外国人，那么对华人的这个印象呢，他也会提高的。他就会想其实那租我这个房子的这个华人也没有像大家所说的有那么多的问题，挺好的。那我觉得华人也不错嘛，你变相的其实也是给大家在争面子，做一个广告嘛。其实这样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了。差不多，那我在房子这一块呢，我就聊到这里了。希望对那么镜头前的你呢，能够带来一些帮助了。那么今天有关在日本租房子的这一套手续，还有这个坑如何去避免，还有它当中的一些机制呢，那这些问题和这些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边。那么下一期呢，我们准备讨论一下有关打工方面的坑，还有一些陷阱吧。